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30岁程毅因琉璃爆红，却被云歌会拉垮的背后，给人警惕。电视剧《琉璃》，一部低走高开的爆火剧。2025年的夏天，电视剧《琉璃》凭借着精彩的剧情以及演员们精湛的表演，冲破层层的争议以及质疑，成功出圈，并且成为了2025年夏天的一部爆款剧。这部剧能够成功出圈的背后，除了与剧本以及幕后工作人员的辛苦付出有着必然的联系以外，同时与演员们精湛的演技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看过这部剧的人应该都知道，在它刚刚被播出的时候，其实是一点也不被大家看好的。如果要问原因，最好的回答莫过于一句：因为参演琉璃的演员们都是不被观众们熟知的新面孔，不论是配角还是男女主角，都是如此。记得当初还有不少网友吐槽男主程毅，说他作为主角长得一点辨识度也没有。当然，对于女主角袁冰妍，不少网友也纷纷吐槽到说，长着一副丫鬟脸，根本撑不起主角。可是随着剧情的播出，越来越多人网友纷纷入坑，不仅仅是入坑精彩的剧情，更入坑雨丝凤与楚玄机的时世情缘。为了能够更好的去形容他们的爱情，不少网友便为雨丝凤与楚玄机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出狱夫妇。提到出狱夫妇4个字，又在不经意间让人想到了琉璃云歌会的名场面01。在电视剧《琉璃》即将进入尾声的时候，为了答谢广大粉丝的支持，琉璃剧组便准备了一场云歌会，以作为答谢礼。记得当时追琉璃入坑的我，和很多粉丝们一样，对这场云歌会也是特别的期待。那么究竟是在期待些什么呢？其实期待的东西很简单，就是希望在云歌会的现场，作为男女主角的程毅与袁冰妍能够再多一些互动，就像当初召开发布会的时候一样，能够再给粉丝们多一些福利。可惜，期待始终还是变成了一种失望。在云歌会的现场，作为男女主的程毅与袁冰妍全程没有任何一点互动，更让人感到气愤的是，男主程毅与当初在发布会上的态度完全不同。发布会上的他超级配合宣传，可是在云歌会上的他却刻意与女主袁冰妍保持距离，是观众们肉眼可见的避嫌。记得这场云歌会下来，程毅直接被骂上了热搜，像低情商、毫无绅士风度等词全部都贴在了程毅的身上。更为糟糕的是，当晚程毅的微博粉丝直接狂掉几万。尽管说一部琉璃让观众们认识了演员程毅，可一场云歌会却让程毅直接成为了圈内的反面教材，几乎败光了所有的观众缘。02。文章写到这里，让我不禁想要说一句话：时间会带走人们的记忆，可互联网却能永远保存丢失的记忆。用网友们的话来说，就是互联网可是有记忆的。是啊，就好比如说琉璃的云歌会，它已经快过去大半年了，可还是会频繁的被网友们提及到，甚至是会做出各种比较。近日，内娱的荧幕售后可谓是相当周到，满足了不少粉丝们喜欢磕 CP 的爱好。就好比前段时间大火的网剧《司藤》，男主秦放与女主司藤的爱情故事得到了不少网友们的追捧。为了能够给粉丝们带来更好的福利，男主秦放的扮演者张彬彬与女主司藤的扮演者景甜常常在微博上互动，并且还多次合体同框大放营业。他们的大放营业不仅受到了网友们的支持与喜欢，而且自身的人设以及知名度也在不经意间提高了一个档次，可谓是典型的双赢。除此之外，一起大放合体营业宣传的还有热播的电视剧《长歌行》中的男女主演迪丽热巴与吴磊，以及一部爆火的耽改剧《山河令》龚俊和张哲瀚。
他们在荧幕前的敬业营业，受到观众们支持与喜欢的同时，自然也会让人在不经意间想要将他们营业的态度与诚意做一个强烈的对比。俗话说得好，没有对比就不会有伤害。越是看到他们敬业的营业，就越是让人对诚毅当初的做法感到反感与不理解。不可否认，诚毅当初的做法的确是太过分些，对于他而言，或许会成为他演艺生涯上最大的败笔。03，或许看淡以上的话，不少喜欢诚毅的网友们又会为他辩解道，诚毅也是被逼无奈，他也只是一个可怜的打工仔罢了。为何会这样说呢？或许他们又会特别详细的解释说，因为在云歌会当晚，诚毅的上司在全程监视着诚毅，所以他也无可奈何。的确，在网络上确实是有着这样一段解释，而且当初也是因为这样理由，不少网友还黑转粉，纷纷的对诚毅表示心疼。文章写在这里，我不禁想问一句，对于这样的解释与理由，随着时间的流逝，又会有多少人会在意它的真相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他最好的回答莫过于没有一词，因为人们只是会相信自己眼睛所看到的东西，只是愿意去接受自己想要去接受的结果。所以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就只会在乎当初诚毅在云歌会上的态度是如何，根本不会理解他究竟有着怎样的难言之隐。当然，诚毅在云歌会上的表现确实是让人大跌眼镜，可是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他的确是一个有演技的好演员。04，在电视剧《琉璃》中，诚毅所扮演的雨丝凤真的是完美到无可挑剔。不论是从演技还是眼神而言，诚毅都将细节处理得很好，让人真的相信他就是从书里走出来的雨丝凤。正是因为他精湛的演技，所以才能够随着琉璃播出而爆火出圈。这对于诚毅的演艺生涯而言，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原本他可以凭借着这部剧能够圈更多的粉，可是一场云歌会却直接拉垮了他之前所有的努力。如果当初在云歌会上的他不是那般模样，如果他能够不全程板着黑脸，能够学会多一点伪装的话，其实也不至于会成为整个圈子的笑话。可惜，在诚毅的世界里，只知道演戏，只知道认真刻画角色。说实在的，从演员的角度出发，诚毅是一个合格的演员。可是从营业的角度而言，他却不是一个合格的工作者，因为他只是对角色负责，却不知道为自己的工作负责。即便是有再多的不情愿，即便是有着再多的无可奈何，可是也不应该将这种负面情绪留给观众，毕竟观众们又不是出气筒，没有义务接受公众人物的坏脾气。结尾的最后，我想说，作为一个好的演员，不仅仅是要对角色负责，也应该对相关的售后工作负责。满足观众们看剧的期许，不仅是对整部剧有着加成的作用，而且也可以提高自己在演艺界的地位，这样双赢的结果有何不好呢？为何一定要弄得两败俱伤，让观众不满的同时，也得到特别多的唾骂呢？何必呢？依我看，真的完全没有任何必要。所以啊，一个真正合格的演员就应该演戏演全套，真的不要仅仅只局限于剧本的人物刻画。